海洋末日到来之后，我们4个人觉醒了同一种异能，能召唤出各自追过无数遍的剧中角色。他这都淹到火龙了，我的全是史上海兽！你追的那些悬疑剧里不去自动通过学理心思缜密，把他们的系统面板点开，召唤他们出来帮他们想条活路啊！我追的那些主角，不是反社会人格就是变态。你确定他来了第一个算计的不是我们，而是海兽？念慈，那你呢？你不是前阵子刚9刷完那部超猛的仙侠剧吗？里面那个女主不是修仙天才吗？不是很能打吗？赶紧召唤她呀！可他到后来直接魔化了，差点把6级生灵都屠了个干净。陆琪别慌，我记得你追的那些剧里不都是什么超级英雄变异人吗？可是召唤时间线是随机的呀，万一召出来的是他失去能力那段，或者还在纠结要不要当英雄那阵子，来了也是白搭。七婉，你看的剧那么多那么杂，就没有几个靠谱的角色？念慈，你是说被编剧强行发盒饭的女主和后期黑化报复的男主？是说逼上海马的大总，或者追了800集还在互相误会的虐恋 CP？ 咱们就不敢看一部正常点的剧吗？雨安姐，你快给我再讲一遍嘛！当年你们俩是怎么凑到一块儿组建那个影视社团的？我正好拿来做咱们社团公众号的素材。还能怎么着？当年我在社团招新大会上，一个人窝在角落刷手机看剧，新婉就凑过来说她也喜欢那个角色，拉着我聊了2小时，最后硬是把我拽去一块儿搞了个影视社团。谁让你当时手机上放的那部剧我也追过，难得碰上个同好，我当然得赶紧拿下。结果一打听，咱俩又住同一层楼，干脆一起组了社团。后来我和念慈也是因为追同一部剧，在走廊上吵起来的。洗碗冲出来拉架，结果把我们也收编进社团了。现在一屋子追剧狂人。什么动静？是海兽，不是，怎么突然就末日了？你们说1楼那间小卖部的东西被抢空没有？要不要趁水还没涨上来，赶紧下去搬点吃的回来？底下的都已经成水城了，估计早被……好热！念慈，你身上怎么这么烫？检测到宿主生命体征正常，异能激活完毕。异能？啥异能？异能持有者许七婉，召唤烂熟于心的警视剧角色，冷静48小时，这么厉害！怎么回事？我脑袋里冒出个系统，说我能召唤我追过的电视剧里的角色。我也有。看来咱们4个同时发高烧，是同时觉醒了异能。光有异能也不够用，咱们平时熬夜追剧，宿舍里倒是囤了不少泡面零食和矿泉水，还能扛一阵子。但再怎么省，迟早也要见底。而且整个城市的供电供水系统马上就要垮了，断水断电断网是迟早的事。想活下去就得出去找吃的喝的，可外面都被海水淹了，而且满地都是海怪。咱们几个追剧宅女，跑个800米都喘，出去跟送死没区别。可咱们现在有系统了呀，咱们能把剧里的角色调出来。雨安，你追的那个真使不得使不得。他出来第一件事大概率是嘲笑我们的智商，然后自己跑去研究海怪大脑了。念慈，你的那个仙侠剧女主呢？那位更离谱，半魔化的时候六亲不认，连我们都会被他连累，照出来整栋楼都得遭殃。露西，你追的那个超级英雄呢？一落地就清理方圆10米的活物，万物一拳过来，咱们连说句话的功夫都没有。那你呢，七婉？你看的剧那么多，总该有个能打的吧？那个念慈，你是说被编剧强写死的女主跟黑化报复全社会的男主，还是说变成海马的霸总和变成水母的女主？这也太离谱了！或者追了100集还在互相折磨的虐恋 CP？ 现在临时抱佛脚追一波还来得及吗？我这次一定挑个正经的，战斗力爆表，还特别讲义气的超级英雄。异能觉醒之后，新追的剧集无法生效，不可召唤。新觉醒前已完整刷完，且能通过剧情细节抽查的剧集可召唤对应角色。未刷完的剧集无效，召唤出来的角色不受召唤者控制，且时间线随机，请谨慎召唤。本以为天无绝人之路，没想到是阎王爷来敲门。崩溃！水要翻上来了，走廊一直淹了，我要撑不住了。请回答，骇客在第1集里被变异蜘蛛咬伤的是哪个部位？右手手背。这是哪儿？你们又是些什么人？我正在追一个能放电的银行劫匪，怎么被拽到这种鬼地方来了？你刚才做了什么？面板怎么就亮了？真是得从钟许安踩我一脚说起。我摔下去，手碰到那个面板，他突然弹出来问我蜘蛛侠的剧情细节，我下意识就把答案喊出去了。
抓紧了，别松手。原来这就是露西追的那个蜘蛛侠的实力吗？这也强的没边了吧？现在可以告诉我，你们是什么人了吧？小蜘蛛，不，派克先生，这纯粹是个误会。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其实吧，你是一部电影里的角色，这部电影我刷了5遍，你说的每句台词我都能背。小蜘蛛，你看，你逃命还往包里塞平板？希望你闭嘴。被变异蜘蛛咬伤的少年，以蛛丝与超凡之力守护城市。这简介是有点中二啊。那又如何？我婶婶还在等我回家，我总不能扔下她不管，留在这儿给你们当保镖吧？下面确实全是海兽，能不能拿这个说动它？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不过这下面的怪物倒是不少。对对对，你可是电影里最强的超级英雄，那些海怪对你来说小菜一。你说的对，我本来在追一个电击反派，突然就被你们拽到了这个到处是虫子和臭水的破地方，还要我护着你们4个累赘，想都别想！我是超级英雄，不是保姆。小蜘蛛，蜘蛛侠，我。露西，你没事吧？我们再想想别的法子。你们到底对我做了什么？这是什么？等等，我搞懂了，我受的伤会全部反射到你身上。可你自己割自己，压根不会反弹到我们身上，这是单向的通感。请召唤者注意自身安全，因多个世界有你们的记忆承载，你们为客观意义上的概念神，世界运转依托你们的记忆支撑。你们一旦死亡，所召唤的角色也将随之消散，归于虚无。你们还真有一套，我还不想死。你们往后跟着我走，但我把话撂在这儿，谁要是敢拖我后腿，我就把他扔下去喂海怪。你们这儿有能换的衣服吗？对面那栋是男生宿舍楼，顶层还没被淹，里面肯定有干衣服。要不你飞过去找找？等我一下。好家伙，这颜值也太高了吧！简直就是从选秀节目里走出来的偶像。这栋楼待不了多久了，水位还在涨，附近估计也都被淹了。眼下最可行的办法是去你们这个世界的人搭的高地据点。没错，网上说灾变发生后，不少人觉醒了各类异能，已经有厉害的异能者拉起了安全区的队伍。只要进去，靠干活就能换到吃的用的。离咱们最近的就是方舟联邦。附近的海兽已经被我清理完了，
从对面超市里找到这艘充气舟，还搜到了几把十字弩。不会使的话，我来教。不是，你一个在校大学生会用十字弩？对啊，为了考射箭选校科的学分，我特意报了校外的射箭训练班。体育系嘛，不练点任何技能说不过去。你们仨，该不会也碰过这玩意儿吧？我学的是法医项项，创伤弹道学是必修课，原理相通。实操课上也练过不少投射类器械。钟宇安教过我基本的操作，我也能射2箭。你呢？我不会，我不会。行吧，回头让他们3个教你。这个世界怎么就成了这副鬼样子？你追的这部剧倒是有几分眼光，我就该是超级英雄里最能打的那个。对，什么街头的毛贼，疯狂的科技反派，也配跟我作对？他们也……对。等等，这个穿铁壳子的大叔是谁？他怎么在教我做事啊？那个算是你的导师，像大哥一样的存在，他给你提供装备和技术支持。他在剧里让我别冲动，别逞强，别一个人扛，说这套战甲是借给我的，要我听话。对，我自己织的战衣不也挺好用的吗？非得穿他的铁皮才算是正经英雄？对。等等，这个红发女生是谁？镜头怎么比我还多？你喜欢的人。你说什么？所以，如果我没有被拽到这里，就会在跟那个铁壳大叔吵完架之后碰到他。是的。这个小子还真挺有两下子，现在是会来的。他是在夸我吗？不对，他在偷看我。我忙着救城市呢，谁有空管这些？等，这个铁壳大叔怎么把战甲收走了？他凭什么不让我当英雄了？我不用他的铁皮照样能救人。因为他担心你啊，这就是典型的嘴硬心软老父亲设定嘛。他才不是我父亲。别生气，后面你们和好了，他后来可帮你了不少忙。谁要他帮？不过，要是能再见到他，我倒想跟他聊聊那套战甲的推进系统。啊，你真是想念人家了吧？这算超级英雄的傲娇，我觉得你还是先把手上的伤处理一下吧。你这手法像模像样的。那当然，为了考运动康复师资格证，踝关节扭伤的应急处理，我练了不下300遍。你们这些天天窝在宿舍刷剧的，还会搞这些？我学的是新闻系，平时为了写稿子，什么都得学。医疗纪录片里讲急救，刑侦纪录片里讲现场勘查，军事纪录片里讲战术部署，看多了自然攒了一肚子杂学。我之前有一阵子新闻采写课要交期末作品，找不到选题，就跟着一个民间救援队去了台风过境的重灾区，亲眼见过泥石流冲垮整条村，还采访过一线的搜救队员。啊！台风灾区到处都是塌方和夜老虎，你就这样跟着进去了？不学点基本的自救技术？其实那个救援队的队长是我爸的老朋友，全程给我安排了2个最壮的队员贴身盯着。总算能歇一歇了，没想到负一层货架最上排还有这么多没泡烂的存货。能捞上来的全带上吧。好大的螃蟹，这腿比我胳膊还粗，该不会是末日的变异品种吧？管它吃了什么，能填肚子就行。这么大的螃蟹，里面一定全是肉。我去找点废纸板和木香生火，今天蒸蟹吃。蟹腿给我留2根，我要啃蟹腿。
末日里还能吃上现烤的蟹腿，这辈子值了。说什么丧气话呢？多吃几口。你们待会儿先睡，今晚第一班业我来守。用不着，我来守。你今天规划了整天的路线，脑子费的最多，赶紧去睡。那行，一会儿7晚去休息，明天换我来掌舵。好。7晚，醒醒，快醒醒！念慈，大半夜折腾什么？大哥说有一帮不怀好意的人从楼梯摸上来了。什么？头儿，我就说这酒店高层肯定有人窝着，好货少不了。嘿嘿，你看这几个妞长得，敢动我的人，吵死了！射他！这速度也太离谱了！他是异能者，当心！交给我，让我收拾他们！这帮人有弩，而且出手也太狠了！靠！他们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上来就往死里整？谁跟你打招呼？懂不懂反派话多死得快？有弩又怎样？给我全部弄死！这伙人怎么个个都是异能者？你觉不觉得他们像组团来刷副本的小怪？这种时候你还搁这玩梗？只能赌一把了。由于您召唤的角色非人类，且当前环境存在大面积水体，可以选择复制。请问您需要召唤多少只？都到这份上了，管不了了，给你们来点高密度的精神暴击！去吧，海洋小纵队！这都什么鬼东西？全是水母和海马呀！电死我了！这不是你自己召唤出来的吗？怎么你反倒先吐了？你这召唤出来的东西也太离谱了吧！我有密集恐惧症。滚开！电死我了！啊！出手缠住我脖子了！许洗碗，你平时都追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剧？我来收尾吧。洗碗，稳住，别发抖。慢慢吐气，就像我教你的那样，后手握紧，前手定住，扣下去。没事了，洗碗，没事了。看着我的眼睛，慢慢呼吸，都结束了。喝口水压一压。这地方到处都是倒掉的桌椅和碎玻璃，
水里还飘着这些玩意儿，确实挺遭罪的。唉，后半夜别在这破大厅耗着了。上面客房层的床虽然湿了，好歹有个屋顶挡风，上去挤一宿吧。话说回来，你们几个倒是出乎我的意料。本来以为你们会是我的累赘，没想到竟然没拖后腿。在新闻课上看过无数次战场影像资料，枪伤弹道的细节分析，我闭着眼都能写。但自己亲手射出一箭，和看照片完全不是一回事。洗碗，喝口水，第一次都这样，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怎么没吐？你那个弩射得挺准的。还好吧。那些水母和海马确实帮了大忙，但许希婉，你为什么会追这种把人变成海洋生物的剧啊？求你别说了！那是我考研那阵子压力太大，随便点开一部沙雕网剧解压，结果越看越上头，一口气追完了3集。我哪知道这破玩意儿有一天真能变成现实啊！行了行了，看你还能说话，应该没事。跟我去楼上客房，把能用的东西都搬下来。洗碗，你召唤出来的那个什么病娇海马，还有那个隐忍水母，你打算怎么处理？我能怎么办？虽然他们是男女主，但现在都变成这副地上了，总不能把他们装在保鲜袋里带着上路吧？当然是放他们自由啊！确实，这么多海马水母揣在兜里，想想都膈应。我可不负责帮他们换水。什么意思？合体了！大水母，你不要过来啊！救命！救命！你终于把我找出来了，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好久。从今以后，你哪里都不许去，谁也别想把你从我身边抢走，包括你自己。别怕，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会陪着你的。只是你能先告诉我，我们为什么变成了这样吗？阿弥陀佛。行吧，一个病娇，一个圣母，这大概就是我追虐心超剧的报应。那个，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你们的召唤者。简单来说，这个世界已经完蛋了，外面全是史上海兽。你们要是乱谈，8分钟会被啃成渣。所以我这辈子都得顶着这副躯壳了。你这个残忍的女人，我本来活得好好着，每天就守在她一个人身边，谁都不许靠近她。你凭什么把我变成一条海马？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海马大哥，实在对不住。我是真不知道我追的剧会运转成一个真实的世界，更不知道你会变成这副模样。一句对不住就像想打发我？他原本只能和我在一起的，谁敢靠近他，我就让谁消失。好了，先别生气了，他也不是故意的。我们现在这副样子，总得先想办法活下去才对。其实你要是想要个只有你们的地方，也不是不行。快快，给我2个保鲜袋，再灌2瓶水。我要的是只属于你的牢笼。现在，你让我待在一个塑料袋里，泡着自来水，吃面包渣。没关系，有我陪着你的。面包也挺好的，至少能填肚子。你别再跟他发脾气了，他也是为了保护我们。是的，是的，外面现在极其凶险。不过你们放心，我既然把你们召出来了，
就一定会护着你们。泰克说，天亮就得出发了。这地方能被人摸上来一次，就能被摸上来第二次。弱肉强食，这才是真正的末世。如果昨天不够果断，飘在那上面的就是我们了。七婉，往后我们可都得留个心眼。念慈，露西，我学过急救基础。钟喜安学的是法医方向，我们对人体构造非常熟悉。在末世里，必须清楚怎么用最省力的方式让敌人失去战斗力。没错，比如这个位置，下颌角后方的迷游神经，只要用指节在这个位置精准一击，对方会在几秒之中心率骤降，直接昏厥。还有脚踝外侧韧带，用力一踹，能瞬间让人失去平衡，站不起来。如果只是要制造剧痛让人松手，可以攻击太阳穴上方2指的剑浅续脉处。还行，书呆子们脑子倒是挺好使，光说不练假把式。起来，该让你们的身体也学点东西。你的体能底子太薄了，别想着能跟我一个水准，但学会自保还是够用的。下一个。对准了，稳住呼吸，再射。开什么玩笑啊！怎么你们个个射的那么准，就我一个人连靶都瞄不上？连个弩都拿不稳，这种废物也配做我的召唤者？没关系的，其实就差一点点了，再试试好吗？你们俩都给我安静，老老实实吃你们的饼干。船底被水下的残骸划破了，气舱在漏，搂不住了。那边有个建在高坡上的大型超市，顶层应该在水面之上。我们先去那里落脚，顺便换一套能用的载具。先把能抢救的物资全部搬上去，这艘船撑不了多久了。
船废了，接下来的路可怎么走啊？按地图上的距离，离方舟联邦至少还有2、3天的水路。我们得在超市里找到能用的船或者浮具。往楼上走，水下面的东西全涌进来了，我们顶一阵，你们赶紧撤！剑魁打空了！队长脚下有东西摸过来了！队长，你怎么样？没被夹到吧？你们4个给我守好楼梯口，看到什么都先射了再说，别犹豫。你管好你自己就行，楼上交给我们。别受伤。就这种反应速度，我闭着眼睛都能躲。想咬我，再多练几年。撑不住了，谁来搭把手？你这一脚是好心还是想连我一块儿送走？别哼唧了，找个干净地方坐着去。那个柜子后面还藏了一只而已，值得大惊小怪。还有别的吗？七婉，你快看，一个人，就一个人，把这一大厅的东西全收拾了。我当初追剧的时候就知道他强，但亲眼看到是完全另一回事。我现在理解了什么叫降维打击，文字果然是有极限的。兄弟，多谢救命之恩。我叫宋成，方舟联邦外派搜救小队队长。多亏了你，不然我们今天都要交代在这儿了。
举手之劳而已，不用记着。你叫什么？万一以后有机会，我宋城必将报答。叫我派克就行。派克兄弟，你刚才从天花板上弹下来那一脚，至少有2吨的冲击力吧？还有你那个丝到底是什么材质的？能承受多大的拉力？你是不是觉醒了什么？这事说来话长，你们是去方舟联邦的？对，任务是把这些幸存者活着送到方舟联邦。你也是去那边的？同路。彤彤，你刚才听见了吗？那个穿红蓝紧身衣的，他说自己叫什么来着？我听见了，派克，就是那部超级英雄电影里的主角，我高中追了3遍的那个。我的天，我就说那个蛛丝和那个翻跟头的动作眼熟的要命，这不就是他从大楼上荡下来救人的翻版吗？而且你不觉得他打海狮的那几招，跟第2季打蜥蜴人那场几乎一模一样吗？连最后踩头的角度都差不多。等等，彤彤，你看前面那个扎马尾的，是不是我们学校体育系的那个？就是他，方路系，大3体育系的，就是他创了的那个宿舍追剧记录，连续48小时不睡觉，刷完1整季。真是那个，嗨，露西和你快看，那个抱袋子的女生，是不是我们学校论坛上写线下剧深度解析的那个匿名博主？就是他，那个 ID 叫念词不念旧的，我追了他半年的剧评，他写的那篇关于仙侠剧女主黑化心理的分析，我直接拿去当了期末论文素材。他真的跟传说中一样温柔，你看连2只虫都随身带着，太有爱心了！我要过去要个签名。学姐，你是不是就是校内论坛上那个写悬疑刑侦剧硬核科普的法医员？我追了你的帖子1年半了，你那篇关于法医剧里尸体腐败时间线的纠错长文，被我们班老师转发到班级群里当月外阅图了。末日了还逃不掉社死，这合理吗？天大天大的，方露西学姐，所以真的是你把派克召唤出来了？他就是派克本人，能射蛛丝能飞檐走壁的那个，刚才在楼下踹飞海仙子的时候帅炸了。学姐，你那个48小时追剧马拉松的记录我一直想破，你到底是怎么做到不睡觉还能每天按时上课的？教教我。你们的问题他都能回答，我去跟宋队长确认下路线。学姐加我好友。说好的超级英雄呢？亏我出去当粉丝，这事干的倒是干脆利落。大家好，谢谢支持，但是能不能先不要挤了？袋子里的水快洒了。对，大家冷静一下，我们慢慢聊。念慈学姐，你那篇关于仙侠剧女主黑化心理的长文，最后说她的救赎不在男主而在自己，你到底打算写续篇吗？我蹲了3个月啦！
还好我从来不在论坛上发照片，也没参加过什么线下活动，匿名荧屏人的身份就是这么安全。许学姐好呀！你好，你认错人了吧？我之前确实没见过你，但你和他们仨走在一起。听说4位警视剧社的成员都是一个宿舍的，所以你一定是许希婉学姐。这末日了，为什么还跑不掉社死？我们宿舍4个人到底是怎么这么精准凑齐一堆粉丝的？这科学吗？这合理吗？等一下，你们刚才说的那些，我没听错吧？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人，这怎么可能啊？我怎么觉得自己像在听评书？可是队长，他刚才那些动作，飞檐走壁，还有那个撕，怎么看都不像是普通的异能觉醒吧？怎么，超级英雄站你面前，你还有意见？没有，不管您是什么来历，刚才那手身法我是服气的，真刀真枪见过本事的人。派克兄弟，你们也要去方舟联邦对吧？我们这次出来就是接幸存者的，不如凑一块走，路上人多也安全些。跟你们走有好处，你们熟悉这片水域的路线，消息也比我们灵通，省得我们自己瞎撞。我们没有异议。各位学姐，你们知不知道，咱们要去的方舟联邦那个头可太有来头了？对，听说他觉醒的是声波系加空间系，双系高阶，整个方舟联邦找不出第2个。还有更劲爆的呢，听说那位冷面铁血的首领大人已经有女朋友了。对，这事在幸存者圈子里早就传疯了。但最炸裂的不是这个，是他女朋友的身世。哦，什么身世？展开说说。他女朋友末日之前被父母和弟弟当提款机使唤，压榨得干干净净。结果海水涨上来那天，他家3口合伙把他推进海里给巨兽当诱饵，自己逃命去了。结果人家命不该久，落海的一瞬间觉醒了水系异能，硬是从巨兽嘴底下爬出来，回头一个浪把追他的邓世瑜全拍翻了。然后那个从不跟任何人多说一个嘚滋滋的首领就突然站出来，把他护在身后。后来才知道，他小时候掉进海里差点淹死，就是被这个小女孩捞醒起来的。他记了10几年，这套路也太耳熟了吧！这不就是标准末世重生大女主剧本的起手式吗？我追了这么多年剧 ，DNA 直接动了。按照这个叙事逻辑，女主肯定是重生回到了末日发生之前所有悲剧还没有开始的时间节点。没错，上一世海水暴涨，她掏心掏肺对那帮吸血鬼好，结果她爸妈和弟弟早就串通好了，把她利用的渣都不剩。巨兽围城的时候，直接把他推进海里当了诱饵。回到过去之后，他一定在心底发誓，这辈子谁也别想再拿他的命去换自己的活路。而且既然是重生复仇线，编剧100%会给他安排一个炸裂的金手指。我靠，这个配方也太熟了吧，闭着眼都能猜到下一步。照你们这么拆解，在这出轰轰烈烈的重生复仇大戏里面，咱们4个大概就是那种镜头一扫而过，连台词都分不到一句的背景版群演吧。学姐们别谦虚了，你们这配置妥妥的隐藏大佬团队啊！都是同龄人，不用叫学姐。我叫许琪婉，她叫方露西，直接喊名字就行。对，叫学姐太生分了，随意点。叫我钟雨安就好。我叫陶念慈，叫我念慈就好。行了，既然都是自己人，我顺便把这2位也请出来透透气。看什么看？他是我一个人的，你们不配盯着他看。
那个，请不要把我们丢进海里，外面好可怕，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妈呀，这袋子里装的是活的，还会说话。那个怎么说呢？这就是我之前跟你们提过的，我考研压力大的时候追的那部《沙雕朗剧》里的男女主，被我召唤出来后变成了冰雕海马和隐忍水母。这也能召唤？总算快到了，后面这段水路倒没出什么幺蛾子。唉，至少昨晚踏踏实实睡了个整觉。别立 flag！ 水下有东西，不是一只，是一整群。好家伙，比我的水母大军还密！这阵仗是打算包饺子呢。我们也有，水底下全是。该死，怎么偏偏在入口遇上兽潮集群？你们全盯着我做什么？我又不是鱼，水里不是我的主场，收拾几十只没问题。这漫山遍野的怎么搞？那怎么办？船扛不住多久啊！唉，要不变个舒服的姿势，先祈祷他们吃饱了会自己走。我先把前面的拦一拦。念慈，快想想你追的那些仙侠剧里有没有能打的，召唤出来救场啊！你信谁啊？我这列表里的角色倒是不少，但全是爆破型的，一出手方圆百米刺草不生，连带着咱们自己也得报销。我这求谋剧里的更不行，那些谋臣军师全靠脑子打仗，手无缚鸡之力，真召出来，还得我们反过来护着他。那你那些动作剧里有没有实力稍微温和一点的？温和的更废，不是被打断腿，就是被夺走超能力，还有好几个是被反派关在实验室里抽血切片的。这种上了战场跟送人头有什么区别？编剧写虐线的时候怎么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啊？到底行不行？翻个面板翻半天，你们是想让整船人都陪葬吗？你吼什么吼？刚才要不是派克冲出去挡着，你早就被海之金子夹成两截了。现在帮不上忙就闭上嘴。少说废话！异能不用就是看着我们去死，快点招啊！这是哪里？好多奇怪的海兽，好吵好吵，吵得我头疼。白色的沙群，额间的红色印记，这是小骨。露西，念慈把谁召出来了？小谷，那部戏侠剧里半魔化的女主，一不留神就暴走灭世的那种。完了，念慈，你可真行！追了那么多仙侠剧，偏偏把最不稳定的那个召了出来。他一旦情绪崩了，连友军都得跟着陪葬。这些虫子好丑，好吵。暗火掩护，别让那些东西靠近那个苦风苦脊娘。你们打得好费力，这些虫子不需要这么麻烦。太吵了，也太丑了，吵得我头疼的东西都不要留。等一下，那些东西怎么全定住了？死吧！随手一下就清了几百只海兽，这到底是什么人？这是仙人下凡？不，
这分明是魔神吧？是你把我叫到这里来的吧？在我面前动他，你问问我的蛛丝答不答应？他身上那股洪荒之力，压迫感不对劲，跟寒暑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你知道上一个想挡在我面前的人，最后变成什么了吗？你想替他死的话，那就连你一起碾成齑粉好了。碎我，你试试看，来吧！哦，你的丝居然能撑住洪荒之力的余波，有意思。这个又吵又脏的地方，你倒是唯一让我觉得不那么无聊的。海兽全定住了，一直都没在动。希望你看空中飘着的水珠，是时间被冻住了。不对，这是世界意志在强行出手。好烫，胸口要烧起来了，有什么东西想从里面冲出来？搞什么鬼？他小在仙界也惯了，脾气冲，不懂规矩。您老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他计较哈。这紫不溜秋的毛球又是从哪冒出来的？天道，你这副摇尾巴的窝囊样，是在给我丢人吗？哎呦，天道大人，您手下留情啊！我家丫头皮粗肉厚，她经不住您这盛宴啄的呀。把你家这个不受管教的半魔丫头拴好了。他若再敢对召唤者动手，老夫直接碾碎你那无望殿！是，您教训的对，回头我一定把他关进禁制里，好好反省。在末世中，务必守护好方露西，她的存亡直接关系到我们世界的，可听明白了？明白了，就算你不提，我也不会让他出事的。我的姑奶奶，算我求你了！仙界那些禁地，你爱闯就闯，想拔谁的仙草拔谁的仙草，哪怕把天庭掀了，我都替你兜着。可你到了这头，万万不能碰陶念慈他们一根头发，更不能伤他们找出来的角色。就凭那个戴眼镜发抖的丫头，是我的召唤者。他是你的源头，你全部的灵石根基都拴在他身上。他要是断气了，咱那片仙界当场崩塌，你也得跟着化成飞灰。祖宗，你消停点儿吧。真无聊，这地方连一个能打的对手都没有。姐，你看见了吧？那只狐狸就是小宝那个剧里的天道意志。要不是他跳出来摁住，陶念慈刚才就被他自己追的剧里的角色一巴掌拍没了。星河追剧的时候，我觉得半魔化的小骨又美又飒，我好爱。可他真人站在面前，我只想跪下来求他别看我。别看他的眼睛，离他越远越好。居然是真的！你受了伤，我也会跟着承受一模一样的伤。凭什么？我活了上千年，碾过的修士数不清，到头来，赋予我灵石的人，居然是那么个站起来都腿抖的废物凡人。你确实是我追了无数遍的那部剧里的角色，你嘴一张就说是。一个连我半成法力都扛不住的凡人，凭什么能让我存在？戏中人，原来这里就是你们所在的世界。听刚才那帮人嚷嚷的，你们要去找一个人类的据点。你怎么晓得的？我又不是没在话本里见过这种桥段，不外乎就是寻一处安身之所，囤粮囤药，苟且偷生那一套。
我眼下还不想灰飞烟灭，所以不得不护着你们这群手无缚鸡之力的累赘，这滋味着实让人恼火。行，知道我们是拖油瓶了，大佬你少念叨2句吧。算了，这些小虫子就交给我吧。好像还有一只漏网虫子没处理干净。你干什么？我们救你们是顺拜，不救你们是本分。要不是刚才那位姑娘清了这片海域的怪物，你觉得你现在还有气在这嚼熟参？下次再让我听到你嘀咕，我把你封在桅杆这当风干吊品。我错了，别封我，我再也不敢了。挺利落的，这只蜘蛛。比那些只会念经的仙门弟子顺眼多了。喂，蜘蛛，你到底是哪部戏里的角色？脾气还挺大。你猜猜看，猜对了我请你吃条小鱼干。你那丝线的力道确实不弱，不像这个世界的异能。你那股力量也不赖，压迫感挺吓人的。怎么这么疼？都第4天了，烧还是没退下去的意思，温度反而更高了，已经41度2了。暴风雨今晚停不了，水位还在涨，我们剩下的干粮和水最多再撑1天。要不是为了等那个穿紧身衣的发烧佬，我们早就到方舟联邦了。现在可好，困在这破灯塔里挨饿等死。他烧了4天4夜了，谁知道能不能好利索？万一走到半人直接瘫了，谁背他？还不是得我们这帮人扛着？到时候碰上海兽，跑都跑不掉，全得交代。你放什么屁！前天要不是他从天花板上跳下来，清了一大厅的海狮子，你早被夹成2截了。人家拿命护着我们，他倒下了，你在这嚼舌根，你还是不是人？奇怪，你看下面，海里什么东西在发光？那不是海兽，是方舟联邦的方向。有什么东西在那里醒了？他快到了。奇怪，你看下面，海里什么东西在发光？那不是海兽，是方舟联邦的方向。有什么东西在那里醒了？他快到了。
希望你看下面，海里什么东西在发光？那不是海兽，是方舟联邦的方向。有什么东西在那里醒了？它快到了。希望你看下面，海里什么东西在发光？那不是海兽，是方舟联邦的方向。有什么东西在那里醒了？